这就是内务府送来的夏衣料子。这种天香绢，裁了之后做衣裳，夏天穿起来挺凉的，看着倒也不错。你看看里面。怎么全是腐的？内务府竟然敢这样子敷衍姐姐，难怪阿若会生气。外头个个都在看姐姐的笑话呢，姐姐怎么还沉得住气绣这个？好不容易让如意馆的画师找出这幅《春山行旅图》，不沉住气绣出来，难道出去让别人看是非啊？主儿，该有午膳了。清汤寡水的，还有这汤，不是昨天送回去的吗？怎么又给送回来了呢？内务府份里的银子没有到，小厨房也开不了火，这些都是御膳房送来的。这怎么成呢？这些吃不得啊，姐姐。将就吧。瞧贵妃娘娘出手多大啊！秦公公，这是干什么？内务府送来的夏衣料子都是腐的，这教人怎么穿呢？腐的？哦，那定是延禧宫啊，霉气太重，毁了那衣料。你胡说八道！不说那衣料，为什么月例银子也短了？短了吗？你忘了，年下的时候，延禧宫用这用那都是顶好的东西啊。哎，内务府还自己掏了腰包补贴的银子，这眼看都快夏天了，还不把这笔银子给补上吗？我都算过了啊，按照这么个扣月银的法子，延禧宫欠下的数目要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才能还清。延禧宫什么时候要这要那欠内务府银子了？欠条呢？款项呢？拿出来给我瞧。欠条？没有，那可都在我脑子里记着呢。哎，再说了，哪有主子欠了奴才钱不还的？说出去当然笑话。你是眼瞧着延禧宫失宠了，柿子捡软的捏是吧？哎，错了，能把皇上气得掉头就走啊！延禧宫就是烂柿子一个。但是别碍着我去启祥宫送东西。哎，走开走开！你狗奴才，你给我等着！秦丽真这么说的？奴婢哪里敢扯谎？内务府的人就是这么作践咱们。是委屈你们了。银子不够，我那儿还有一些提己可以拿去填补。再不行，就拿些旧时母家的东西出去抵了吧。宫中哪里不需要用银子？奴婢想着，与其这样艰难看人脸色，主不如与母家商量商量。自己在宫中的难堪，自己知道就行了，还要告诉母家，让母家担心吗？奴婢想着，到底是骨肉至亲，就是因为骨肉至亲，我才不想拖累他们。姐姐，我那里还有一点提己钱。不用，这会儿大家都不容易。阿若，留好那些天香绢。姐姐，都腐了呀，留着干嘛呢？扔了吧。既然他们敢送来，留着就会有用处的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可如今没人敢提先主啊。王琴又总在皇上跟前当差，我想说句话也凑不上去啊。可现在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的也只有你了。我想想法子吧。皇上刚从太庙回来，现在也不在，去纯主那儿了。
皇上尝尝，这是永平皇庄上送来的杏子，最生津止渴了。好吃吗？太酸了，朕不爱吃。贤妃倒是爱吃酸的，不如臣妾给她送去一盒吧。要送你自己送，不必告诉朕。去见过永璋了吗？永璋这孩子天资不足，都1岁多了还不会说话。皇上，永璋他还小呢，会变聪明的。你得空去瞧瞧他吧，朕回养心殿了。臣妾恭送皇上。皇上的眼里根本没有永璋，半点也不疼爱永璋。主提了贤妃，皇上才恼了的，说的都是气话。我也是瞧着他可怜，谁都不知道贤妃怎么得罪了皇上。您呐，还是别开口了。主，听说皇上去了太庙，已经回宫了。让你找一些旧时的布料给底下人做夏衣，找了吗？奴婢已经找到分下去了，免得宫里先闹起来。原是我鲁莽，连累了你们。大阿哥那儿呢？主心疼大阿哥，奴婢按照您的吩咐，每隔几日便悄悄送些吃食去，避开了嬷嬷们，给了大阿哥了。臣妾告退。怎么要走啊？臣妾谈完了，该走了。哦，明日再来吧。臣妾的琵琶并不吸引皇上，不如明日请贵妃娘娘来弹奏吧。你弹琵琶的时候，朕还能安静一会儿。贵妃在，有时朕觉得聒噪得很。你就先回去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什么茶，味道如此奇怪？皇后娘娘吩咐了，天气热起来了，给皇上备的是降火的麦冬茶。皇后有心了，既是避暑，给各宫都发放下去吧。那奴才就得问一声内务府了，若是不足，少不得哪个宫里先短着。哪些宫里东西会不足啊？皇上，宫里拜高踩低的人多了，内务府办事儿一向都是紧着得宠的主子们来，其他的难免短些。若是碰上谁失宠了，那就顾不上了。你倒是实诚。奴才也是在奴才堆里混出来的，见惯了失势的人被欺负，不论宫女太监，就连嫔妃们也都一样。一夕得宠，最后被皇帝抛诸脑后，视为羞耻的女子，最为凄凉。白头宫女最凄凉。
是啊，所以如意会体会那人的处境，明白朕的心情，才会向朕提出那样的提议。许是因为景仁宫也是如此遭遇，贤妃娘娘有此启笔。李煜啊，明儿一早，朕去慈宁宫请安。这主儿，这一季的衣裳首饰、内务府都没置办，咱们就用以前这些旧的吧。主，奴才刚才在外头长街上碰到李煜，他正要去传旨呢。什么事？皇上禀明了太后，要替先帝留下的太妃们加以封赏。说仔细些。皇上从太庙回来后，伤感得很。今日去给太后请安，皇上便说未曾好好尽孝道，太后宽慰了皇上几句。皇上便说要以天下养太后，又增加了寿康宫太妃、太嫔们的月银份礼。另外，皇上还想追封先帝已故的嫔妃，一律迁往妃陵，与先帝作伴。这是皇上的孝心，太后自然会答应的。主儿远见，太后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皇上已经下旨，凡是在圆明园和热河行宫伺候过先帝的女子，无论位分，但凡先去了的，一律追封为太嫔，迁入太陵的妃陵陪葬。这是好事儿，你去吧。这小心，皇上真的这么做了。这么多年，皇上一直避讳着自己的身世，可他还不是如常人一般记挂着自己的生母。是啊，有了追封，到底是有了名分，即便不能提生母一事，皇上也是有安慰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伴着皇上，皇上的心事也是我的心事。现在听到这份旨意，真是高兴。主儿，皇上听了您的劝，您就要复宠了。太后，皇上的旨意传遍了六宫，您觉着？皇帝说要厚养哀家尽孝，要增添寿康宫那些太妃们的份力，还要追封受过先帝恩眷的嫔妃们。拐着弯儿不过是为了李金贵的一点死后哀荣。贤妃骤然失宠，怕就是提了追封之事，却不想皇帝最要脸面，哪肯承认这种丑事？可皇上最终还是听了贤妃的。不管怎样，皇帝永远都不敢名正言顺地提起自己的身世。皇帝要安慰自己的孝心，要尽一点自己的心意，不过是要追封一个太嫔，哀家成全他。可是贤妃，皇上听了贤妃的，怕是要复宠。无论失宠得宠，她总是后宫女人的眼中钉，以后总会有人搓磨为难她。咱们让她得点教训，无需理会。所以说呀，这个贤妃认不清后宫真正的主子是谁，却一味地讨好皇上，失了您的欢心，真是不上算。皇上还是没有来。你问过李煜了吗？问了，他说皇上一如往日，并无异样，他也实在说不出什么缘故。到灵轸门了。是，过了灵轸门就是永和宫，没常在永和宫候着皇上呢。那灵轸门旁边是景仁宫和延禧宫。
走吧。今儿个你倒是有心啊，带朕来上书房。臣妾听说前几日大阿哥身体不好，所以想请皇上陪臣妾一块来看看大阿哥。曰江河，曰怀济。皇上，看来惠贵妃娘娘是真喜欢大阿哥呀。是啊，皇上，臣妾就是想养着大阿哥，从春天一直求到夏天，您都未给臣妾一个准信儿。先去看看永璜吧。是。皇上驾到！四民，国之良。请皇阿玛、惠娘娘安。都起来吧。大阿哥怎么见瘦了？皇上，你看大阿哥瘦的，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裳。如今天虽然热起来了，可早晚还是凉的，要多穿点啊。惠娘娘给你带了最喜欢吃的芙蓉酥，想不想尝一尝？莫心，快来，快尝尝。永璜啊，先别顾着吃，给皇阿玛写几个字瞧瞧。永璜，皇阿玛记得你平日对糕点不过耳，为何今日盯着糕点不放呢？儿臣知错，儿臣在写。写完了再吃啊。呀，大哥的手是怎么了？怎么伤着了？这袖子也脏兮兮的。皇上，你看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伺候的？大阿哥，方才不是让您换下里头的衣裳了吗？你怎么还穿着呀？您是上哪儿淘气去了？怎么伤成这样啊？混账！奴婢知罪。来，皇阿玛瞧瞧。请贤妃娘娘海常在安。传皇上口谕。皇上请贤妃娘娘速往长春宫。是。姐姐，不会又有什么事儿吧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，放心吧。上次就是皇上就会取笑臣妾。取笑你又如何？皇上，贤妃娘娘到了。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贵妃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坐。皇上。今儿个，朕急着叫你们来皇后的宫里，是有一件事情要同你们商量。朕去查问永璜的功课，谁知啊，朕才命他写几个字，他却盯着贵妃手中的糕点去了。永璜虽是大阿哥，可他毕竟是个孩子。皇上切勿怪罪，之后让师傅好生管教着便是。朕原本啊也是这么想，但朕看他手臂上有几道伤，这底下伺候的人一个也没发现。可不是嘛，照顾大阿哥的那些嬷嬷们也太不小心了，天天为大阿哥换衣裳，竟看不见他手臂上的伤痕。要么就是太粗心了，要么那些衣裳就不是他们为大阿哥换的。臣妾看见大阿哥手臂上的伤，臣妾也心疼的。贵妃的话没错，这永璜身上新换的衣裳都是临时套上去的，这旧的衣裳都有3、4日没洗过了，里面啊都好多油渍了。是臣妾不好，永璜身边的嬷嬷是新补上来的，
必定是这些新来的奴才疏忽懒惰了，臣妾必定责罚他们。这底下的奴才，朕会亲自发落。你也不是不用心，只是底下的人欺负永皇没有额娘罢了。所以，朕在想着，要给永皇找一个养母来照顾他。皇上，您就把永皇交给臣妾抚养吧，臣妾一定细心照料大阿哥。贤妃可有这样的心思？皇上若放心将永皇交给臣妾，臣妾欣喜万分。其实，臣妾好歹生养过，皇上若是放心的话。好了，朕知道你们都喜欢孩子，可是孩子也得与你们投缘才行啊。所以朕呢，叫人把永皇带了过来，谁做他的额娘，让他自己决定。王钦，奴才在。带永皇过来。这。见过各位娘娘。永皇，来。告诉皇阿玛，你愿意谁做你的额娘啊？皇阿玛，儿臣有额娘，儿臣的额娘是皇阿玛的哲妃。皇阿玛知道，谁也取代不了你的额娘。皇阿玛只是想找个人照顾你，像你额娘一般疼你罢了。选吧。永皇，到惠娘娘这儿来。永皇，惠娘娘这儿有好吃的点心，快过来。惠娘娘，儿臣不饿。贤娘娘。永皇，你的意思是你要贤娘娘做你的额娘，而不要惠娘娘手中的糕点是吗？儿臣不饿，儿臣要贤娘娘做儿臣的额娘。好，这母子啊是前世缘。贤妃，这是你的孩子了。皇上，方才我们俩好了，贵妃，你身子不好，孩子顽皮，你也受不住。再说了，贤妃也比较清闲，永皇交由她照顾，这样也好。贤妃啊，你可得好生照顾永皇啊。皇上将永皇交给臣妾抚养，是臣妾的福气，臣妾定不会辜负皇上的期许。谢皇上隆恩。儿臣谢皇阿玛。好，起来吧。求了皇上那么多次，眼见终于要成事儿了，没想到竟便宜了贤妃。珠儿，别生气了。贤妃不得宠，大阿哥迟早看明白，会知道跟着你有多大的好处的。原本我跟贤妃都没孩子，如今她骤然得子，还是长子，岂不是要越过我去？我一定要把永皇给抢过来。娘娘小心，去协芳殿，狠狠掌那帮奴才的嘴，连大阿哥都照顾不好，惹出这样的事端。娘娘息怒，永皇受委屈，皇上难免要责怪我这个做嫡母的不上心。本宫是不喜欢哲妃，也不喜欢永皇好胜，可本宫自问，尽到了嫡母的职责，并没亏待她分毫，都是奴才们不是，坏了娘娘的好意。可是娘娘，大阿哥没娘的时候就仗着长子的身份想要拔尖，如今跟了贤妃，岂非心更大了？皇上明明冷落了贤妃，为什么要把永皇给了她？莫非大阿哥与贤妃早有勾结，所以才故意与她亲近？
会有这样的事？奴婢也是揣测，贤妃一直膝下无子，如今收养了大阿哥，不就像当年太后收养皇上一样，可以母凭子贵？难道她在算计本宫的皇后之位？贤妃当年差点当了嫡福晋，她岂有不记恨您之理？如今得了大阿哥，只怕还要算计二阿哥的太子之位呢。谁也不能算计本宫的儿子。贤妃失宠多日，还能得个皇子，还是皇长子，这番心计谁人能及？是本宫轻视了他。本宫原本以为他没了景仁宫就翻不出天去，可如今永皇已经去了延禧宫，还来得及。伺候大阿哥的那些奴才们是要发落，但要紧的奶娘乳母还是要跟过去的，咱们好歹还能得些消息。素莲，你快些去。娘娘放心，一切自有奴婢，您无需劳心。奴婢去了。主回来了。三宝，奴才在。你去把冬天殿收拾出来给大阿哥。这。从今天起，大阿哥就是本宫的儿子，养在延禧宫了。恭喜娘娘，恭喜大阿哥。阿若，回头伺候大阿哥的嬷嬷回来，你招呼他们。是。走。永华，你现在已经在延禧宫了，就不用害怕了。只要离开协芳殿，我就不怕了。坐那。撞的疼不疼？不疼。傻孩子，怎么会不疼？我自己撞的，当然不会疼。而且我不说，谁知道我擦伤了呢？嬷嬷们都不管我。正因为他们不管你啊，你才要更懂得照顾自己。贤娘娘也是没办法，才想了这个法子，忍着点啊，疼。您是要救我，我心里都明白。要不是您让索性给我送吃食，我总饿着肚子。别的孩子在你这个年纪都无忧无虑的，偏你要懂这些，我也不忍心。我来这儿，您高兴，我也高兴。永华，你要是叫不惯我额娘，就叫我贤娘娘。你的亲生额娘是哲妃，但是我会像待亲生儿子一样对你好。贤娘娘，我选您是因为您待我好，那么您为什么要选我呢？因为贤娘娘孤零零的没有孩子，永皇呢孤零零的没有额娘，所以两个孤零零的人要互相靠在一起，就像冬天两个不暖和的人靠在一起就暖和啦。从前我娘还在时，惠娘娘从不理我，今天哪怕她要我说喜欢我，我也不信。我猜想着她才不是真心喜欢我，她是看上了我长子的身份，我被嬷嬷们慢待，多半也是我长子的身份才被人猜忌为难。永皇什么都明白，我是宫里的孩子，必须什么都明白。海兰，我听说姐姐新得了个儿子，真是恭喜了。是大喜，皇上突然招了我去，想不到是这等喜事。我那儿也没什么好东西，
寻了2匹缎子，给大阿哥做件新衣裳。多谢海娘娘，真是好孩子。以后贤娘娘在，就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哟，秦公公，给您请个安吧。免了，该请请啊。请进。哟，这是谁呀？是哪阵风把秦公公给招来了？皇上下旨，贤妃娘娘得了大阿嘎，这宫里啊，这得多添置些东西。这不，内务府赶紧挑了上好的东西送来了。哎，贤妃娘娘和大阿呢，我得请个安去。哎，可不敢让您进。您是咱们延禧宫的债主，欠着您1800两银子呢，咱们可得把您供起来才是啊。阿若姐姐呀，那天是我喝多了说胡话，姐姐别往心里去。谁是你姐姐？我是你姑奶奶，由着你克扣延禧宫到今天。你去回阿若这样当面为难，这些东西怕是不大好吧？咱们不敢收。内务府的人一向狗眼看人低，由着阿若闹一闹我还也好。要去内务府问一问，我们只要有没有听着言欠条写语不过分的就好了。我要拿去给皇上瞧瞧。哎呦，好姑奶奶，好姑奶奶，您饶了我，全是我犯浑胡说。内务府这2个月欠延禧宫的东西，奴才我是足足的加了倍才赶来的，还请姑奶奶您笑纳啊。好姑奶奶，原是我糊涂。您说这东西不送进来，岂不是违抗圣旨吗？还请姑奶奶多担待。那也得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，总不能由着你把臭的烂的都送进咱们延禧宫吧？是，都是大阿哥的香笼，还有皇上赏的器具摆设和鞋袜衣料，您看看，全是好东西。嘿嘿。先挪进去再说。得了，挪进去。等等，这是谁呀？原先伺候大阿哥的人啊，都被皇上给打发了。这是大阿哥从小的乳母李嬷嬷，所以跟来延禧宫照顾。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伺知道候大阿他对你哥的李不好嬷嬷呀。我想不明白，别的奴才也罢了，李嬷嬷跟着我那么久，为什么也这么待我了？二周、东周，人心啊，会为权为利而变，只有亲情是不变的。走。嘿，给贤妃娘娘请安，给海棠菜请安。哎呦，我的好阿哥，可算见着您了，想坏奴婢了。哎，你站住！你什么人啊？对贤妃娘娘这般不尊重。请贤妃娘娘安，奴婢是大阿哥的乳母李氏，大阿哥是奴婢一手奶大的，什么都听奴婢的。日后贤妃娘娘若是要管教大阿哥，都跟奴婢说就是了。你伺候大阿哥多年，本宫敬重您，称你一声嬷嬷。不过你却倚老卖老。如果你能管教大阿哥，为什么连他衣食不周、生了病都不知道？你仔细告诉本宫，去年冬天大阿哥着了2次风寒是为什么？又为什么连绵2月都未曾痊愈？要不是你们这帮奴才懈怠，大阿哥会这般可怜？大阿哥着了风寒，是他自己不爱多穿衣裳，又不肯好好吃药。奴婢虽是贴身照顾，但哪里能时时刻刻都看顾到啊？不是这样的，李嬷嬷待我最不好。大阿哥，您虽然是主子，可您说话不能这么没良心啊！您可是喝着奴婢的血，吃着奴婢的肉长大的呀！您可不能睁眼说瞎话呀！三宝，小福子，把他拖出去，替本宫杖打3世。这，大阿哥，您为奴婢说说话呀！大阿哥，我可是您的乳母啊！大阿哥，大阿哥，您救救我呀！大阿哥，您救救我呀！大阿哥，他在我做您丈夫，您你们都给本宫看着，欺凌主上就是这个下场。是。本皇，你看，这就是欺负你的人该受的责罚。还要打吗？
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因，就得承受什么样的果。他们欺负你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了。儿子记住了。主，仗打30已经打完了。赶出宫去，永不得进宫伺候。这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从今以后，永皇是本宫的养子，谁要敢懈怠，李嬷嬷就是个例。是。宣妃娘娘饶命！宣妃娘娘饶命！秦公公。阿若，我真喜欢看姐姐这样，看着姐姐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秦公公，这就是你送来的绸缎，里头都腐了。是，奴才知错，奴才知错。你拿着这个上吊去，咱们主啊就饶了你。阿若姐姐，您不过可惜了，腐绸吊不死人呢。水枝，哎，把他们送来的残羹冷炙拿来，请秦公公在这儿吃了，顺便给我们主表个心，长个记性。是。宣妃娘娘，您就饶了我就是一狗奴才，您就拿我当一配饭了。我这，哎。吃，大口吃。不许吐，咽下去。宣妃娘娘，宣妃娘娘，您就饶了我吧。我这实在是咽不下去了，我就是一狗奴才，您就饶了我吧，宣妃娘娘。活该，打了李嬷嬷，惩治了秦丽，这才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忍不住要露出尾巴来了。臣妾想，既然这大阿哥已经被贤妃夺了去，那就只能从贤妃着手了。若是这大阿哥能离了延禧宫，无论是回协芳殿，还是另寻养母，总比跟着贤妃好啊。这贤妃连长子都能夺了去，臣妾可真是打心眼里怕了她。您是敦厚人，比不得贤妃会算计，臣妾怕您吃亏。她家世没落，倒还好些。越是这样的人，就越会拼了命的去争宠夺利益。皇上偏要把永皇给了贤妃，本宫真是不明白皇上的心思。咱们又不能天天陪在皇上身边，哪能知道呢？听说皇上身边的王亲可惦记着娘娘身边的宫女呢，不知是苏恋呢，还是怜心呢？连你都看出来了，王亲寡廉鲜耻。这王亲贪财，拿银子笼络他，这样的事谁都会做。若是这王亲能安心做皇后娘娘的眼睛和耳朵，那皇后娘娘也不必再悬着心了。这事儿本宫本来想搁着，到底是把宫女配给太监对视，太伤阴质。这种事儿乾明宫里多的是。虽说如今的宫女到了年岁就会被送出宫去，可私下里这宫女和太监相好的事儿也不是没有。若是皇后娘娘肯恩典王亲，赏她个宫女做妻室也就是了。这若说到贴心能干，总是素脸，她要是跟了王亲，本宫倒还放心些。那皇后娘娘就更少不得苏恋在侧了。这苏恋已年过30，也不小了。若是拢不住王亲的心，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？
素练啊，就是吃亏年纪大些，但是胜在稳妥。再说，那王钦年纪也不小了，他还嫌弃素练吗？那王钦的眼珠子可总溜在莲心身上呢。哎呀，到底是莲心年轻漂亮，别说是男人了，就连太监都动心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宫里的宫女们仗着自己年轻漂亮，谁不想像梅长在一样飞上枝头？这宜贵人从前还是娘娘的侍女呢，哲妃还是您的祖姐，荣华富贵在前头，有几个不想往上爬呀？家主，哟，怎么了？奴婢多谢家主替奴婢说话。啊，你听见了？啊。哎呀，我也是看你对皇后娘娘一片忠心，才替你说话的。皇后娘娘心慈，有些事儿，只是心里不高兴，又不敢出手收拾。皇后娘娘也亏了你替她费心了。你呀，还是赶快去把李嬷嬷的手尾了了干净要紧，别扯出你来。是，这些年来多亏您照应奴婢了，奴婢感激不尽。嗨，没事儿。永华，伺候你的下人都是新挑的，底细也干净，你不用担心。海娘娘刚才给你量了尺寸。咱们也做些新衣服来替换。试试这床，刚铺的软不软？多谢母亲。你叫我什么？母亲。从来都没有人叫过我母亲。母亲定会好好待你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，不用害怕了。主儿，时辰不早了，大阿哥该歇着了。是该睡觉了，明儿还要去上书房呢。擦擦脸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睡安心觉了。睡觉吧，睡吧，母亲陪着你啊。想起来了吗？这个不是你的车吗？珊珊。去自首吧，逃避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。如果你不敢去公安局，我陪你去。我打听过，对方伤得并不严重，只要你诚心道歉。不是我做的，我说的不是我。我出国前把车钥匙交给我姐这件事，只有你知道。而且，能够随随便便进我姐房间的外人，也只有你。你到现在还不肯承认，是你偷开我车出去的吗？不是我，我说的不是我。珊珊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急着把我叫过来？雪晴姐，你终于来了！这次我真的出大事了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一时贪玩。可是你要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啊？那天我把天朗的车开出去了，我还撞了个人。什么？珊珊，你撞人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好好的开着车，他不知道怎么就撞到我的车上来了。我撞到你车上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你是说你遇到碰瓷儿了？碰瓷儿？对姐，就是碰瓷儿。他们撞了我车，问我要一大笔钱，我当时太害怕了，就把钱给他们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应该先报警才对啊。我第2天要去新加坡开会，
要报警的话，一定会影响我的行程。我马上就要去商学院上课了，就算不是我撞的，这事传出去，对我爸和山城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也怕天朗他会讨厌我，想到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。好了，珊珊，你真的想的太多了，倒是便宜了那个碰瓷儿的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天朗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张照片，他认定是我撞人了，还让我明天一起跟他去公安局自首。姐，你要帮帮我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你帮帮我吧。天朗怎么不相信自己人啊？珊珊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帮你，绝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在想珊珊的事情呢？你自己看看。这又不是珊珊撞人的照片啊，这很明显是碰瓷儿的后果。照片哪来的？我花钱买的。连你也被骗了？这帮骗子，拿了珊珊的钱还不够。珊珊给他们钱了？你看，如果不是他干的，他为什么要给他们钱？你这人怎么说不通呢？珊珊遇到碰瓷儿的，想花钱买个教训。照片谁卖给你的？我报警抓他。你的意思是，卖给我这张照片的人和碰瓷儿的人是一伙的，他们都是骗子？那肯定是啊，要不然为什么拿了钱还旧事重提？这帮骗子永远都不满足，得手过一次还想要第二次。好，那我去报警，把那帮骗子都抓起来，省得日后没完没了。南阿姨，哟，珊珊，南阿姨，想死我了。我也想你啊。我听说你早回来了，也不来看看南阿姨呀？你不是去度假去了吗？我听说你回来，这不马上就来了。南阿姨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，看看喜欢吗？哎呦，让你这么破费，真不好意思。呵，这帽子真好看。南阿姨，我还给天朗买了个礼物，我能给他送到房间去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去吧。嗯。到底是谁把照片卖给天朗的？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到底在哪儿呢？如果找不到，麻烦就大了。如果到了公安局，那怎么办？就算能瞒过天朗，但绝对瞒不过警察，不能把事情闹大。珊珊，南阿姨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能乱翻天朗的东西呢？哎呀，你有没有给他翻乱呀？他会不高兴的。南阿姨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替我保密好不好？千万不要告诉天朗，他一定会生气的。哎呀，我没说要告诉他呀。天朗，他现在都已经很讨厌我了，我怕他知道了以后再也不理我了。你跟天朗之间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见过面了？南阿姨，你帮帮我吧，你帮帮我吧，求你了。哎呀，你先坐下来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站住！今天别想走。又是你，你跟踪我？来的正好，我要找你算账的事儿可不止一两件，别的以后再说，先说说你诈骗的事儿。诈骗？我一直都没搞明白，你跟曲珊珊不是朋友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她？真没有想到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却一肚子坏水。你说的我一句话都没有听懂，这跟珊珊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，7月23号到底谁开的这辆车？怎么，上次卖照片的钱不够，你还想再要？什么卖照片的钱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
还在演戏呢。我是不会再上你们的当。除了我还有谁啊？你还装？我把照片交到公安局，你就知道厉害了。随你怎么样，只要跟珊珊没有关系，我就不用担心伤害她了。明天要是谁不去公安局，谁就是小狗。明天我等你。什么？哎呀，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呢？所以我一定要找到那张照片。如果他们拿去公安局的话，我就百口莫辩了。珊珊，不是南阿姨说你，你怎么能交这种朋友，这么不地道？我看，她是故意拉着卖花老太太到那找你碰瓷儿的。哎呀，你说现在这些女孩不达目的绝不罢休，她肯定是想从你这儿弄点钱。南阿姨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倒觉得天朗这么做是对的，就应该把他绳之以法。可他们是一伙的，可以相互作证啊！这简直就是诈骗团伙嘛！我妈妈要是在的话，她一定不会让别人这么欺负我的。我想我妈妈。好了好了啊，珊珊跟欣欣一样大，欣欣也会像她这样哭着叫妈妈吗？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有人会帮他们。珊珊，南阿姨帮你出这口气。南阿姨，你对我真好。你跟她约个时间，我倒要看看这小丫头是何许人也。喂，珊珊。什么？这么多？当然没问题了。哎，别，10点我一定准时送到。啊，奶奶，来大担子了。啊，100支玫瑰花，30盆一品红。这么多啊？谁要的？居士度假村10点前一定要送到，抓紧啦。哦。哎呦，就这些了，您点对不对？对的。庆龄小姐里面请。啊，去哪儿啊？这花钱还没结呢。里面结。在这里。谢谢。你好，是在这儿结账吗？用不了这么多的。也只有这么多。不是，我想你应该搞错了。再多了也没有。如果你识相呢，就赶紧拿走。贪心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不是，这位阿姨，我想你应该搞错了。你不是叫青灵吗？对呀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认识我？我了解你的底细。福利院长大，在花圃工作。我听说，前不久你跟一个中年女人在一辆高档车面前躺着行骗。你们还靠碰瓷儿赚点外快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碰瓷儿行骗啊？你急什么呀？你这女孩看上去呢，挺乖巧，挺聪明，怎么干出这种事情？我想这不是福利院教你们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许侮辱福利院。哼，是你在侮辱你们福利院的名声。
我警告你，这1万块钱是我最后的底线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找我孩子的麻烦，更不要勒索他们的钱，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，我甚至不知道你是谁，你的孩子是谁。我只会要我的花钱，别的我不会要的。哼，看见了吧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太狠了。刚才呢，我拍下了你拿钱的过程，这是你勒索钱财的证据。我说过了，我只会要我的花钱，你的我1分都不会拿。可是这上面只录了你拿钱的过程。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这叫以牙还牙。你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要是想过富足的生活，就请你靠你自己的双手，歪门邪道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说我要真把这段录像交给公安局，让他们公布在网上，我想你还能在这个城市待多久？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拿着这钱，车祸的事从此一笔勾销，我也不会再给你别的钱。车祸？哪来的车祸？你到底是谁啊？别忘了你的证据。段夫人，这是您的东西，您忘拿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一定要阻止他到公安局。停车！干嘛？想跑啊？这都11点了，警察也要下班休息啊。再说我从早晨等你到现在，我连早饭都没吃，我真的快饿死了！快停车，我现在就要吃。叫什么叫？一会儿到了公安局附近，我会带你找吃的。我等不了了，就那家，就那家。干什么快停！危险！随便吃一点，快停车啊！哎，珊珊，你确定要在这里吃吗？我都饿死了。就在这随便吃点呗。这里的卫生肯定不合格，要吃你自己吃。那你在这等我吧，我可等了你1上午呢。老板要1碗面。哎，好，稍等啊。不管，疼就疼吧。你的面好了。谢谢啊。珊珊，你没事吧？啊！我的脚怎么了？要不要紧？送我去医院啊！送去医院。医生，谢谢啊。疼死了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吃个饭弄成这样。行了行了，别叫了，来给我。珊珊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取药啊。哎，你把这个脱下来吧，多脏啊！不然里面衣服都弄湿了。来，帮我拿着。那边人多，估计要10几分钟，你在这等我。你说你就因为这点事儿把自己弄成这样，你把人撞了，你就给人赔个不是，多给人赔点补偿。你的履历上以后要有这么一笔，多不好啊！你可是山城集团的继承人呐。你放心吧，我可是居士平的女儿，可不能给你丢了脸。这件事我一定能处理好的。现在有了这个，就万事 OK 了。你把自己都弄成这样了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做大事，
可不能仅靠你这点小聪明。要继承山城集团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爸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打击我嘛？杨特助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珊珊呢？剧东把珊珊送回去了。那他有没有把我的外套给你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糟了，我的车钥匙还在衣服里呢。是杨特助。一定是段天狼打来的，要他的衣服。你就跟他说，衣服送到干洗店了，让他去取。也不知道那个阿姨是谁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什么味儿啊，身上？还好意思说？还不是因为你？我才刚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好了，我不想跟你吵。不是说要去公安局？走啊！还去干什么呀？照片都洗糊了。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现在都几点了？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想怎么样？我还想问你想怎么样呢？你这人……经理，干什么？能不能声音小一点点？客人们都看着呢。跟我走。干嘛呀？我们找个地方，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看什么呢？副总，刚才经理拉着一个女孩走了。你干嘛呀？你放开我！过去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流氓！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啊？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我要不是因为没有证据，我还想报警抓你呢。我又没犯错。他是个色狼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不行，我得溜。你身上什么味儿？天狼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天狼，这是你的专用休息室，他怎么进来的？姐，你别误会啊，我……你这个色狼，你简直不是人！喂，天狼，怎么回事啊？姐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对那个女人可不感兴趣。我身上有味儿，你身上才有味儿呢！莫名其妙占我便宜，早知道该多踢你两脚。东区的别墅包括装潢已经全部竣工了，作为别墅式酒店，下周可以投入运营。通知企划部，别墅酒店的广告宣传全面启动。是的，总经理。老边跟你说什么？还不是老八样，责任心、积极性。人家那是爱护你，他让我去写广告。我丁海，我可是资深财经报道记者。正泰酒店别墅的广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负责拍照。走吧，搭档。丁海，你……我要结婚了，到时候请你来。你真美。
配不上你。我忠实的爱慕者，到那天，你会来吧？当然，我一定会出席。那天婚礼见。这富家女啊，最终还是选择了白马王子，所以兄弟，你就想开点吧，人家从头到尾就没有把你当异性看。喂，我跟客户在一起，今天没时间了。拜拜。有个青灵在身边多好，还不懂得珍惜，又是纯情女，又是富家女，你不累啊你？长青，我们今天联手去钓个最有钱的女人怎么样？我可跟你比不了啊，你玩得起，我呀输不起。你一个人在这儿慢慢疗伤吧，我呀先回家陪我的丽丽，然后再到杂志社赚点加班费。滚！再见。哎，你酒钱都还没付呢你！我们见过，还记得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你这身行头还不错啊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种靠女人吃饭的无耻之徒，我有正当的工作，我只是缺一个请我喝酒的朋友。我可没有兴趣当你的朋友。我女朋友刚刚给我结婚请柬了，我真心的祝福了她。你说的是刘雅丽吗？她可跟我说了，你们俩只是朋友。她是这么跟你说的。原来我一直自作多情。你呢？你为什么心情不好？我没有兴趣跟你交换心事。不需要负责、不用担心的陌生人，有时候比亲近的人安全得多。亲近的人？什么是亲近的人？家人、朋友，还是爱人？你又能信任什么人？陌生人。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不用怀疑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无条件的相信。哎，青灵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丁海送宵夜，可是给他打电话都打不通，他又不喜欢我上楼打扰他，要不你帮我把他叫下来？丁海在楼上开会呢，要不我帮你拿上去吧？也行，反正我做了那么多，请大家一起吃。谢谢啊。时候不早了，要不你早点回去吧。啊，注意安全。啊。好。欺骗无知少女，丁海，你就造孽吧你！有没有兴趣兜兜风？你的车呢？来，谢了。我今天没开车，因为出来买醉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刚才你请我喝酒，现在我请你喝茶吧。不买醉了。去哪儿？你愿意相信一个陌生人吗？我宁愿去买彩票。走。
小心。这是哪儿啊？这里还没正式开放，不过我家就在这儿。你家？哪一间啊？你家的意思就是说这间房子是你的？是的。你没错，这确实是别墅酒店样板间的钥匙。你干什么？怎么会在他手上？那现在钥匙可以还给我了吗？你的房子有多大？多少钱一平？什么产权的？你笑什么？停车！喂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开车！喂，神经病啊你！神经病！孩子查车祸的事儿，又是丽丽那个大嘴巴吧？奶奶并不怪那个肇事者。为什么？2个原因。首先是因为你，正是因为这个车祸，我们祖孙俩走得更近了，不是吗？还有一个原因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伦理道德和是非观。那个逃跑的人，之所以逃跑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。可是知道自己做错了就不应该跑啊！好了，你看，我们俩现在坐在这里欣赏着美景，该有多幸福啊！有的时候放手，反而更容易得到幸福。试试放手吧。连奶奶都这么说了，那好吧。好。啊，你是说跑车男的姐姐撞了徐奶奶？姐姐她当时也是因为害怕，所以才走的。她现在也知道错了，也想弥补。她让我帮的忙，我一定得帮啊！她是我大姑子，你也是有家有室的人，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吧？可是这样的话，徐奶奶不是也太委屈了？我会补偿她的。青林怎么可能会收你的钱呀？那总之你先替我保密好吗？算了，就当我今天没来过，什么也没跟我说，我也就当什么都没听到好了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丽丽。好了，事情我都跟你说了，该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青林还等着我给他转账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等，丽丽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要给青林转账？来坐，快坐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钱，你转账的时候顺便就给青林转过去，这样他就能收下了。别忘了把票据给我。这样好吗？青林肯定会回来找我的，到时候有什么事让他来找我就行了。丽丽，你是疯了还是眼睛花了？你知不知道多给我打了多少钱？你多给我打了10万，整整10万！你吓死我了！珊珊为了讨好大姑子才这么下血本了？你说什么呢？那钱是珊珊给你的，打给徐奶奶的。珊珊，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还不是看你为了车祸的事儿忙里忙前的，太累了，不想让你这么累。我觉得她说的挺对的，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实际的情况，对吧？有了这笔钱，可以让经济宽裕一点。更何况，你现在做香水多需要钱呀？那这笔钱也不能由珊珊来出啊！你听着，珊珊觉得这事儿跟她男朋友有关，所以她已经觉得内疚的不得了了。青灵，我看算了吧。哎呀，跟你说不清，我去找她去。哎，不，青灵，珊珊，我来了。怎么样，脚好点没有啊？好多了。你这人怎么约我你迟到啊？对不起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对了，把你的银行账号给我，我把钱还给你。你怎么这么犟呢？
珊珊，谢谢你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不过我要收你的钱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顶多拿着现金到你们家跑一趟。真是的，我犟不过你，一会儿短信发给你。那奶奶被撞的事情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奶奶说了，放下反而更容易得到幸福，所以我想了想啊，暂时不追究这件事情了。你真的决定放弃了？天朗回来了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珊珊都在这等了你好久了。脚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谢谢你啊，那天那么及时送我去医院。珊珊，谢他什么呀？要不是他听信了骗子的话，要拉你去公安局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。那件事情还没有查清楚。你怎么还较真儿呢？那个青灵就是一个惯犯，上次我还差点被他和一个老女人给坑了。你不信可以问陈律师，是他帮我解决的，一样的碰瓷儿。真的？还不信？那个骗子又跟珊珊要了10万块钱。珊珊，把银行转账单据给他看一下。雪晴姐，磨蹭什么呢？拿给他看。你看看这个就知道我没骗你了。天朗，那个女孩我也见过，上次我给了她1万块钱，她没要，我估计她是嫌少，这次又跟珊珊要10万，我看啊，她是吃定珊珊了。你看看。我们3个人的话你都不信，就信那张照片。那张照片不也是你花钱买的吗？啊，这么看来，我们4个人都被骗过，都是受害者。你脑子不好使吗？为什么又给他钱？他那种人，你越是听他的话，他就越觉得你好欺负。我还不是怕他又找你麻烦吗？笨死了！这件事情我会替你处理。看到没？天朗说要帮你出头，这可是你们发展感情的大好机会。没想到你还肯帮珊珊，真是热心肠啊！拿出票据，本想让天朗远离青灵，没想到适得其反。天朗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不会敲门啊？吃水果。天朗，青灵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？不能再放任他，一次又一次的找我们的麻烦，不反击，他还以为我们怕他。你又要去报警啊？为什么不啊？陈律师有了你这张票据，就能够让他去坐牢。天朗，别这样，我跟他毕竟是朋友。你脑子坏了？他要是把你当成朋友的话，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你吗？他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，你不知道，他是一个孤儿。上学的时候，为了能有钱给福利院的孩子们买吃的买书，他就去采些野花去卖，所以他把钱看得特别重，也情有可原的。天朗，这次你就放过他吧，好吗？身世可怜，那也不能当成去犯罪的借口啊。天朗，就看在我是他好朋友的份上，你就放过他嘛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惯着他了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我了。你对我真好，我还挺感动的。你干什么啊？神经病！说吧，到底找我什么事儿？哼，还是第一次遇见像你这种厚脸皮的女人，做了亏心事还理直气壮的。我没时间跟你吵架。我比你忙。签字。什么？保证书？
保证以后再也不跟珊珊见面，保证以后再也不拿车祸的事兴风作浪。不管有什么理由，保证以后不骗人钱财，坚持勤劳致富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对你来说是保证书，对我来说是保障书。我答应过珊珊放你一马，可我不认为你会懂得感恩。为了避免你再次坑蒙拐骗，我拟了这份保证书。签字。签完字之后，我才会兑现我的承诺。什么承诺？放你一马。只有一次机会。神经病！是我放你一马吧？我要不是看在珊珊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揍你了。我车祸的事，对我行凶。住口！那是误会，不许你信口诽谤我。敢做不敢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这样把人推到罪犯的位置上，然后再威胁勒索的吧？啊？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你还会说我性骚扰你，然后再向我要求钱财补偿是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侮辱我！我真不知道珊珊怎么会看上你这种人。臭气熏天！心情好多了。这味道，这个，你还给你。这味道怎么会有一种让人静心舒畅的感觉？青莲，阿海，给份子钱。谢谢。跟我那么客气干嘛？2000够吗？够了，他们又不缺钱。那可不一样，她可是你上司的女儿，多随一点礼，也许能对你好一点啊。你还真是什么都信啊！这是给我曾经想追求的女人的份子钱，真的够了。呀，糟了，我跟任阿姨约好，竟然忘了，我得赶紧去了。哎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说你在我这儿，让她稍等一会儿，你慢慢。千万不要，本来就是我不对，我应该及时赶到的。要不你帮我给阿姨打个电话也行，你帮我劝劝她，我怕她生我的气。我妈是不是让你伤心了？当然没有，是我自己太笨。阿海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，我怎么做才能让阿姨开心啊？傻瓜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青灵，不要怪我妈，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很不容易，对你要求高，也是出于爱我的心理。这你不用说，我当然知道。你这么善良，时间长了，妈总会了解你的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我先走啦，走啦。